大家好，我是艾生。今天我们聊一聊核聚变。这个其实是一场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场，它不在前线，在哪儿呢？在实验室，在生产线上，在国家最高层的战略会议室里面。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是能源，无限量的免费的能源，实际上是权力，绝对的终极的权力。战争的胜利者会得到什么？近乎无限的资源，重塑世界格局的力量，制定未来规则的权利。而失败者呢，对不起，你就会被踢出权力的核心，沦为历史的尘埃。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揭开这样一场中美核聚变竞赛背后的残酷真相。这个不仅仅只是中美的技术竞赛，这是一场关乎于霸权存续的零和博弈。我们要搞明白这样一场竞赛到底有多疯狂，就得先弄清楚说的到底是个啥。可控核聚变长期以来被称之为能源领域的圣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呀，它的这个燃料氘可以从海水里面大量的提取，而另外一种燃料氚可以通过反应堆自己制造出来。这个能量到底有多大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一升海水提取出来的这个氘，通过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烧300升的汽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意味着一座核聚变电站，它一年的燃料成本可能比一座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它一天烧煤的钱还要少。理论上来说啊，地球上的这个水够人类用多久呢？数百万年。近乎零碳排放的能源能够用数百万年。听起来非常美好，是不是？可以彻底终结气候变化的问题，能够实现能源平等的完美的方案，是属于全人类的福音。但是国际政治有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铁律，就是任何能够颠覆大国之间力量平衡的技术，它首先会被当成武器，然后才是能源，才是工具，才是人类的福音。核聚变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终极武器，它一种能够重新书写权力的物理定律的一个颠覆性的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军队，它突然就不再依赖化石燃料，这样一条漫长的、脆弱的、烧钱的后勤补给线彻底不需要了。它的战舰可以永远在大洋上巡航，它的潜艇如果是无人的话，它可以在深海里面无限期的趴着，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在哪儿。那这个威慑力到底有多大呢？空天飞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动力无限，可以在全球到处快速部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不仅仅只是战术上取得优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震慑，因为你的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永远不会累、永远不缺油、永远不缺能量的怪物。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无限的电力，也就意味着新概念武器变成常规装备。定向能武器，比如说激光炮、高功率的微波，那弹药近乎是无限的，能够建起你根本就打不穿的防御盾牌。导弹保卫攻击，对不起啊，过时了。电磁轨道炮呢，几倍音速发射的炮弹能射程几百公里。所有的这些交战的规则，不管是海战也好，陆战也好，全都要改写。这已经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军事科技的优势，这是代差，这是降维打击，这是类似于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明的降维打击。而在经济层面更狠，一个掌握了商业化核聚变的国家，它生产力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有研究说，成熟的惯性约束聚变的技术，平准化度电成本可以低到每兆瓦时25美金，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能源相当于免费无限量的使用。那如此一来，你的工业制成品的这个成本就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 AI 跟数据中心这样一种吃电大户。那这个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你的商品更加便宜了，也就意味着你能够把任何竞争对手的它的整个的制造业的体系连根拔掉，全部摧毁掉。从根本上你可以重塑全球的产业链。你告诉我，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剩下什么本土制造业跟产业链了。那但我没说过，但是哈，这个事情其实让美国人他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至少从理论上看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你能够率先点亮了核聚变的科技树，意味着你的经济彻底
不会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就不用担心对手在什么红海啊，在马六甲来卡你的脖子，来掐断你的能源供应，能够保证自己绝对的经济安全。更可怕的是什么？你还可能因为这个在超级人工智能在另外一个领域的圣杯竞赛当中胜出。而且呢，这样一场竞赛的终极奖赏甚至可能不在地球上。有远见的战略家就曾经指出，核聚变它其实不是为了解决地球的能源问题而准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顶就有一座免费的巨型的聚变反应堆，也就是太阳嘛，对不对？那核聚变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其实是人类文明迈向星辰大海的目前为止看起来的唯一的一张船票。月球基地啊，火星城市啊，小行星采矿，所有这些宏伟的构想全都依赖一种能够脱离地球强大而且紧凑的能源——聚变能，就是踏上星辰大海这个征途的唯一的船票。所以你看，赢得了核聚变，除了可能会赢得超级人工智能的竞赛，你还可能顺便赢下了太空时代。让我们都忘记那些什么清洁能源这些非常政治正确、温情脉脉的宣传，在中美决策者眼中，核聚变竞赛的本质实际上跟冷战时期的这个核武器竞赛、太空竞赛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这些都是关乎国家生存、未来霸权地位的豪赌。中国明确说了，这是未来科技竞赛的主赛道，而美国呢，直接把它跟这个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跟全球领导力挂钩。双方都明白，这样一场竞赛其实没有第二名，赢家会通吃，胜利者拥有无限的经济跟军事的潜力，成为地球上无可挑战的、没有任何争议的霸主。这个就是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权力基础。能源是一切国力的物质基础，谁掌握了终极的免费的无限量的能源，谁就掌握了通往地球终极权力宝座的钥匙。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这样一场终极竞赛里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和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正在进行一场史诗级的对决。一边是中国的国家队，中国的模式依然是举国体制，国家意志来驱动，集中全国的资源办大事，它追求的是一种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在核聚变领域，中国搞了一个什么呢？成立了一家国企，叫做中国核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亿美刀，它联合了好几家国有工业的这个巨头，形成了一支目标非常明确、纪律严明、由国家意志来驱动的钢铁军团。国家每一年都要给10到15亿美金的这个非常稳定的长期的公共资金。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远远超过了对手美国，它每一年大概是7.9个亿美金的直接投入。那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个核聚变的研发计划，它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它不受风险投资周期的影响，甚至不受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有一个一直到2050年的非常明确的国家级的长期路线图，每一步都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进。这样一种模式能够承担非常巨大的沉没成本跟技术性的失败。为什么？因为它的目标不是短期的盈利，是长期的国家战略安全。这个是中国政府一向以来非常优势非常明显的战略耐心跟资源调动能力的一个极致的体现。这样一种决心带来的变化，从一些小的细节就能够看出来。有一个网友曾经分享说，合肥有个地方叫做科学岛，那是专门搞核聚变研究的。几年以前那个地方还是像个公园一样，大家吃完晚饭可以随便进去散散步，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门禁森严，到处都标着科研重地，禁止入内的这样一些标语。那小小的这么一个变化，就像是一个温度计一样，其实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样一场中美大国竞赛这种竞争的剧烈程度在急剧的升高。中国这样一种国家意志跟决心的这个成果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看到前2天的新闻，就是中国的旗舰装置东方超环，它在2024年创造了一个1066秒接近18分钟的
长脉冲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这证明了中国在等离子体长时间稳定控制这么一个极端复杂的工程难题上达到了世界顶级的水平。还有正在建设的一个紧凑型的聚变能实验装置叫做 BEST， 目前是计划2027年建成，然后目标是5年之后成为世界上首个验证演示聚变发电实现5倍能量增益的一个紧凑型的装置。那如果 BEST 真的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在2030年通过核聚变发电点亮世界上第一盏通过核聚变点亮的这样一盏电灯的话，这个就将会是全球聚变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另外一边是美国的复仇者联盟，它美国的模式强调的是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它像是一个超级英雄的联盟，它汇集了各种身怀绝技的天才跟野心家。而美国政府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它更像是神盾局的局长，他通过给一些有前途的私营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跟政策的激励，来扶植一批由私营资本主导的初创公司。美国的模式它极大的激发了创新的活力。那自2010年以来，全球私营聚变领域投资累计超过71亿美刀，而其中 80% 都流向了美国的初创公司。我们看到有很多非常有前途的公司，包括甚至是 OpenAI 的这个 CEO 奥特曼，他也投资了很多钱去背后支持他们，而且跟微软签了全球第一份的这个聚变能源电力采购协议，他们承诺2028年就给微软的数据中心提供50兆瓦的电力。那美国的模式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驱动力，就是人工智能其实跟核聚变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 AI 的爆炸式的发展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电力的需求，而 AI 技术本身又在成为推动破解聚变难题的关键的工具。那谷歌用 AI 来优化 TAE Technologies 的这个实验参数，微软的 AI 模型被用来发现能够承受聚变反应堆极端环境的一些新型的材料。那我们看到 AI 跟核聚变之间有一个反馈循环，创造了一条传统线性政府项目没办法比拟的一个指数级的发展曲线。甚至一些宿命论者或者是 AI 降临派还会认为，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其实看起来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好像是为了要专门发展起来这个技术来喂饱超级人工智能的。所以问题来了，在这样一场需要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几千亿美刀的一个超长周期的技术竞赛当中，到底是国家的铁拳更硬，还是市场那样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快呢？我想从进攻现实主义的这个视角来看，核聚变研发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100米的冲刺。在这样一种马拉松的比拼当中，中国模式展现出来的战略耐心，它的资源高度集中，以及对于短期失败的容忍度，可能会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非对称的优势。它会以牺牲局部的灵活性为代价，来换取整体战略的坚定不移的推进。而当美国的这些复仇者他们还在为下一轮的融资奔波的时候，给华尔街的资本家讲述激动人心故事的时候，而中国的国家队正在国家无限资源支撑底下一步一个脚印的建设自己的这个巨变帝国。这个就是让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夜不能寐的真正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一些什么贸易摩擦呀、技术管制这些非常枯燥的词汇的时候，你可能很难理解他们背后其实有一些真实的含义。尤其是在核聚变竞赛这个领域当中，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其实代表着一场正在激烈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在各国的实验室里面进行，也在全球的供应链上展开。也就是现代版的卡脖子，它卡的就是构成人造太阳的每一个核心关键零部件。那目前最有希望商业化的紧凑型聚变反应堆，它的心脏是什么？高温超导磁体，它能够产生比传统磁体强成百上千倍的磁场，来约束超高温的等离子体。那制造这样一种磁体的核心材料叫做稀土钡铜氧，那顾名思义，稀土是核心成分。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中国拥有近乎绝对的垄断地位。根据公开的数据，中国对于制造
稀土、铜、钡、氧、高温超导带材的这个关键稀土元素，以这个进口的依赖度是多少呢？100%，其中90%以上的供应来自什么地方？中国。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他们未来聚变反应堆的心脏以及驱动他们心脏跳动的能量，都会来自于中国的血液供应。而第二个战略咽喉叫做锂六。第一代聚变反应堆最可行的燃料是氘和氚。那氘可以从海水当中提取，但是氚在自然界当中极其的稀有，所以未来的聚变反应堆必须要能够自己造血，也就是氚自持。那怎么实现呢？在反应堆内部用中子轰击一种叫做锂的元素来产生氚，而其中效率最高的就是锂的一种稀有同位素锂六。那当然，全球今天能够大规模生产锂六的国家，其实主要是中国跟俄罗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点燃人造太阳的这个火种，也掌握在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手里。我们看到中国已经通过对半导体关键材料镓跟锗实施出口管制，明确展示了它将供应链武器化的这么一个意愿跟能力。这个不禁让人回想起光伏跟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历史，就是核心技术虽然是由西方发明的，但是中国最终通过强大的国家补贴跟对于全产业链的系统性的布局，掌握了全球制造业的主导权。而历史的剧本看起来似乎正在核聚变领域准备再次重演。我们可以预见，一旦中美的核聚变的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中国极有可能利用它在稀土跟锂六上的这个垄断地位，对于美国的核聚变产业进行战略性的断供。所以你看，这场竞赛的胜负手不在于谁能够先在物理学取得突破，而同样也取决于谁能够掌控这些战略咽喉。美国即便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但如果拿不到制造反应堆的这些血液跟火种，那所有的蓝图都会是废纸一张。这个其实也是核聚变这样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的残酷之处。而在这样一场激烈的对抗当中，还有一个所有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核聚变在技术上成功了，但经济上未必有意义，因为当今的能源革命，也就是由光伏跟风能主导的可再生的能源革命，已经开始让这个发电成本下降了将近 90%， 成为历史上最便宜的电力。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中美两国他们研究核聚变并非是要完全取代光伏跟风能，而是可能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重工业、数据中心的集群、太空探索，扮演一个高级基载能源的这个角色，与可再生能源形成互补，而不是纯粹的互相替代。但不管怎么样说都好，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也的确是为我们将来要讨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悲剧会增添另外一层比较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核聚变这么一项可能会造福全人类的技术会演变成中美之间如此残酷的零和博弈呢？为什么明明可以合作共赢的，但是这样一种呼声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一个能够与自己匹敌的霸主，而一个掌握了核聚变技术的中国将会拥有绝对主导欧亚大陆所需要的一切的能源跟力量，它将有能力把美国彻底驱逐出亚洲，实现其区域的霸权。这个是美国最深层次的战略的噩梦。因此无论美国的官方如何用气候合作呀、清洁能源这些非常漂亮的词来包装核聚变研究和核聚变这个技术竞赛本身，但其实整件事情根本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率先赢得这样一场竞赛。这个也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两个国家即便大家都没有恶意，但是在国际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底下，他们一样会为了自保而不得不走上激烈对抗的道路。在这样一场游戏当中，你要么成为霸主，要么被霸主支配，没有中间选项。中美核聚变的竞赛正是定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21世纪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但是也是最残酷、最危险的一个佐证。
核聚变的将来会是非常焦灼的一个技术的军事吗？还是说会是独属于中国的一个荣耀时刻，或者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技术寒冬呢？那未来其实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很多的分析都会认同一点，就是这样一场竞赛或许会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赛段。那上半场是关于技术突破的100米冲刺，比的是谁能够更快在实验室当中点亮第一盏商业巨变之灯，而下半场是关于产业化跟成本控制的马拉松，比的是谁能够更快的将这样一项屠龙之计变成是人人都用得起的白菜价的电力。在这个下半场的逻辑里面，即便美国凭借其顶尖的这个私营创新的能力率先撞线，但真正的胜利可能未必属于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成本最低的工业制造业的体系，拥有强大的国家意志跟资本动员能力，以及在高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多次上演的先引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然后成本优化，然后全球主导的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绝对碾压的优势。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剧本，非常成功的套路。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在稀土材料上，中国是不会被任何国家卡脖子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一场技术竞赛存在着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是从0到1，这个是美国的优势所在，而下半场是工程实现与成本控制的赛道，比拼的是从1到100万的普及能力，这个恰恰是中国的绝对的主场。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让艾森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推论得以成立就是我们当前观察到的中国无论是在特高压电网储能技术跟新能源汽车生态上的，我们看到不遗余力的这个巨额投入，甚至还可能会亏本。但是国家这么干，这个战略的纵深可能会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不仅仅只是产业升级，可能不仅仅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这个福建号航母的全电化野心跟电池弹射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在构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硬件，它更像是在为未来几乎笃定了这个中国会成功突破这个核聚变的研发，能够承接这样一种终极廉价电力的应用生态，提前进行了一个压力测试，市场预热，也提前搞定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那如果我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核聚变竞赛的天平在到达终点线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倾斜。但无论结果怎么样，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就是在这样一场终极的竞赛当中，没有第二名，没有虽败犹荣的银牌。胜利者他不仅会获得无限的能源，更将获得定义未来世界秩序、书写人类历史走向的终极的权利。而失败者可能要面对长达数个世代的战略上的被动。这个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个赌局，赌桌的一边是人类利用恒星的力量去终结能源匮乏之痛，走向星辰大海的壮丽未来，而另外一边是两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有核国家，在核威慑的恐怖平衡底下进行了一场争夺常规技术终极优势的非常疯狂的竞赛。人类或许在梦想着利用恒星的力量来拥抱宇宙，但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打赢在地球上正在进行的这样一场终极权力之战。因为历史的铁律早已经写下，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书写未来。这样一场关于核聚变的终极能源的技术竞赛远未结束，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主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个地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